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特朗普又摊上大事了，抹黑、陷害加刺杀，美国总统选举有多脏？特朗普又摊上大麻烦了，他想竞选美国下任总统还真不容易啊！当地时间26日，在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起的民事诉讼中，现年79岁的前 L 杂志专栏作家卡罗尔出庭作证，向陪审团讲述了他在上世纪90年代被特朗普强奸的经历。1996年距今已经27年了，现在才来起诉，正常吗？如果特朗普没有宣布参与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成为最可能打败拜登的第一对手，这样的情况会出现吗？没有幕后的政治操弄，可能吗？关键是起诉特朗普强奸的过程和地点实在令人无法想象。我们来看看相关报道。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庭审现场，卡罗尔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1996年春季的一个傍晚，他下班后在一家百货公司偶遇特朗普。特朗普邀请他帮忙为一位女士挑选礼物。当两人逛到内衣区时，特朗普找了一件女士紧身衣让她试穿。在她进入更衣室后，特朗普也跟了进去，并对她进行了强奸。这话经得起推敲吗？首先，1996年，特朗普已经是美国地产大富豪了，他可能独自一人逛街吗？居然还跑到商场里去物色猎物，最终选择了一个52岁的老大妈作为强奸对象，并且还是在人来人往的商场的试衣间里。看看特朗普的3任妻子，我们就明白了。面对这样一个老大妈，特朗普会被诱惑吗？很显然，卡罗尔的举动是政治陷害。卡罗尔26日还说，因为他在2019年写的一本书中披露了这事，而被 L 杂志解雇，随后一直遭受精神创伤。由此可见，此人是在写书的时候说了这事，动机显然是要用特朗普强奸他作为素材来给自己的书扩大销量。还有一点更重要，这个卡罗尔是一个民主党人，用一个27年前神仙也找不到证据的强奸故事搞垮特朗普的人设，打击特朗普选情，确保民主党战胜共和党赢得总统大选，这才是根本动机。大不了，如果这个卡罗尔背上诽谤的罪名，被判经济赔偿，幕后会有人给他若干倍补偿的。前不久，美国联邦调查局搜查了特朗普的庄园，收走了大量文件，然后以泄密为由对特朗普展开刑事重罪调查。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为了打击和阻挠特朗普竞选美国下届总统。但想不到，拜登的私人办公室也发现了所谓机密文件，同样涉嫌泄露机密，此事被迫暂时不了了之。但紧接着又有了叶欣和被特朗普解雇的律师控告特朗普支付的封口费案件。法院起诉的罪名中包括多项重罪，如果被法院认定，特朗普将被判刑136年。一个封口费案件，特朗普就可能被判入狱136年，美国法律恐怕也是全宇宙的第一奇葩法律了。可见，拜登还真是一个阴谋高手，不仅满世界诋毁、陷害和设法搞垮不同美国保持一致的国家，策划、挑起和延续扩大战争，在国内搞垮对手也是一套一套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刚宣布将与拜登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小肯尼迪，他的叔叔肯尼迪，因为其拒绝美国参与越南战争，并试图把美元的发行权从私人财团美联储收归美国政府的主张，而威胁到了财团利益，在1963年11月22日被一枪爆头。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民主、所谓的自由、所谓的人权，以种族灭绝的屠杀手段抢占印第安人土地建立起来的美国，其四处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不过是掩盖霸权、霸道、霸凌、血腥、残暴、丑陋的国家政治本质和行为特征的遮羞布。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